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上一次讲到，耶稣特别指出法利赛人跟这个律法师的问题。还记得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什么吗？这4个字叫自以为义，对不对？那个律法师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解释神的律法从根源上去解释错了。而法利赛人的自以为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拿着这一套的解读，说我做到了，我做的都比你们好，你们都没有我做的好。但其实他们的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他们内心呢是想要得到别人给他的荣耀，是想要得到别人给他的称赞，而他才这样做。但是他内心是不是真的愿意发自内心的这样做呢？不是的，反倒他们的心里面是充满着嫉妒，充满着这个诡诈，充满着这种你看他们恨耶稣要把他杀死，对不对？他们虽然知道他们不能去杀人，但是他们可以借刀杀人，他们可以使用阴谋诡计来去做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心是恶的，可是外面装的是好的。这个是法利赛人的问题。而律法师的问题我们也讲到，那是他他加了很多人的东西在神的律法当中。神其实并没有这样要求，可是他们要求了很多，把那些他们没有办法担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可是他们自己却不做他们要求别人去做。这个就是法利赛人跟律法师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到进入12章的时候，耶稣再一次提到这个法利赛人的问题，而且他把这个问题呢跟神的审判联系到一起。我们还是会分3个方面来讲。第一个，耶稣就说隐藏的罪会被主揭露出来，1到3节。第二个就是到底谁掌管着真正的生杀大权，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也是耶稣所说的，那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究竟是谁？第三个，他特别提到了我们不要惧怕，我们会遇到很多的这个逼迫，可是圣灵呢他会帮助我们。所以耶稣呢也第一次提到了圣灵的工作我们来继续一点一点来看首先第一个，这个时候呢路加记录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你就看到耶稣的影响力开始展现出来。几万人来听耶稣讲道，可是耶稣讲什么呢？耶稣在这么多人面前就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酵，就是把法利赛人又责备了一番你可以可想而知，法利赛人当时是什么？他们可是平信徒领袖他们可是在这个社会的阶层当中是比较人上人的，对不对？大家都听法利赛人的他们是领袖，他们是领导。可是耶稣却当着几万人的面说什么？你们要防备他们，不要向他们自以为义。这个对法利赛人来说这种挑战对耶稣来说是很危险的。你想为什么法利赛人后面要杀耶稣？是有原因的，对不对他是在这么多人面前，在这样的一个公共的场合指出法利赛人的问题，而且说什么呢？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他们自以为义嘛，他们假冒为善嘛，对吧？所以别人看不出来他里面的问题，但是神看得出来。法利赛人的问题是内心的问题，是在他们暗处所说的问题，可是在明处呢，在外面呢没有人知道。所以他们做领袖的时候，别人就尊敬他们，听他们的话，可是却不明白他们心里面的那种恶。可是耶稣却说呢，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所做的这些事，你们心里所想的这些不会被人知道。他说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然后他把这个罪呢比喻为法利赛人的这个酵，或者这个酵是吧？酵母。这个酵是什么呢？或者这个酵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你知道你做馒头你要发酵，对不对？发酵就是耶稣也说了，一点点的酵呢就可以把整个面都发出来，发起来。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罪很小、很隐藏、很黑暗的看不见，但是它却可以造成很大的破坏力，而且是对全人的一个破坏力。这个就是法利赛人的问题，他们外面做得很好，他们内心呢有一些黑暗面，有一些罪不愿意展现出来，然后呢别人也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别人也不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对吧？谁也不是你肚里的蛔虫。可是耶稣却能看到人的心，耶稣却把这个人心里面的隐藏的东西展现了出来，然后说你们，这个当然是指门徒，也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要小心这种法利赛人的酵，就是说什么呢？那些隐藏的罪在我们里面没有暴露出来的，我们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
神知道。而这个东西呢，虽然很小，虽然你没有把它展现出来，没有表现出来，没有做出来，可是它对你整个人产生的破坏力，你不能低估。这是耶稣的意思。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在外面看起来光鲜亮丽，做得很好，可是他们内在的罪没有展现出来，而上帝能看出来。上帝就指出说，你这种假冒为善这种假冒为善，就是他心里面其实不是这样想的。这个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弟兄姐妹，对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就是神看我们的内心。我们上次也这样讲到了，对不对？神更多关注的是我们的心。当然你外在的行为也很重要，你心里面怎么样，你就外面做出来。可是神看重内心，是你那些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是从根源上神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当你的心里面已经开始有嫉妒、有纷争、有骄傲、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时候，可能你还没有展现出来，但是神已经看见了。神说你要小心，如果你把它埋藏起来，这个就像一个酵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它会慢慢发酵，它会影响到你整个生命的状态。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因为好像看起来没有多大的破坏力，但是一旦展现出来，对整个人可能是摧毁性的。你知道在这个保罗在提醒提摩太选立这个服侍的人的时候选立长老执事的时候，他第一条里面就讲，他说呢，当你去选长老、选执事、选这些服侍的人的时候，他说这些人要什么呢？他们就是说要我们这个中文的说他们是无可指摘或者无可指责，但是呢这个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他的意思呢，并不是说这个人做的就是完美的，没有任何可以指责的地方，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人，对不对？那他那个无可指摘呢，那个比如说那个英文里面那个blameless， 他其实是在指什么呢？他是在指就是这个人他里面呢，如果有什么东西被展现出来，就是说现在不知道，假如说有一天他被公布出来，然后就变成了可以被指责的这样的一个对象，那么这样的人呢，他不适合来服侍。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有一些的罪在你里面或者是就是别人不知道的，但是假如说只是说假如说这个事情被暴露出来，会羞辱神的名，会羞辱主的教会，那么这个就不叫做无可指责。所以这个无可指责并不是说我做得很完美，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对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有没有一些隐藏的东西，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被 blame 的东西。那如果被展现出来会这个羞辱神的名的，那这些如果你没有被展现出来，没有对付的话，那这个就不叫做无可指责。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当保罗提醒提摩太去选这个人的时候，意思就是说什么？你服侍的人并不是说你不犯罪，并不是说你没有问题。那大卫他还杀人，对吧？他还这个用这些手段，对吧？去得到别人的妻子。可是你看到他后面悔改了，他认罪了，神还用他，对不对？但是如果一个人他在暗中做这些事情，别人都不知道，然后呢他也去服侍去了然后后面的时候被爆出来他以前干这些事情怎么样，那就叫做有可指责，那就是羞辱神的名。所以你看神他看重的是什么？他看重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我们内在所有的这些罪暴露出来，在神的面前来对付，这个才是核心所以犯罪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认罪，对不对？所以这个无可指责就是说我们不要隐藏罪，我们不要掩盖罪，我们也不要跟罪是一条战线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要对付我们的罪我们要对付这个罪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不是说好像我们比法利赛人做得更好，我们可能没有他们做得更好，我们肯定没有他们做的这个完美，可是他们的心有问题，他们不愿意对付。而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他的内心。所以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耶和华人是看外表，耶和华是看内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关注我们的心
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就意味着我们的心容易蒙蔽我们的双眼，他容易面对罪的时候，他容易躲开，他不想面对这个罪，他诡诈，他狡猾所以我们一定要针对我们的罪。你知道在这个世俗的文化里面，他怎么教导你吗？可能你们也听过一些这个流行的歌曲就是说什么你要 follow your heart， 是不是 follow your heart 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 follow your heart， 因为你的那个 heart， 你的那个心是诡诈的，坏到极处，你 follow 它你就完蛋了。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我们的心，我们要时刻的看这个心有没有出问题，是不是开始有贪心是不是开始有嫉妒，有憎恨，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些就是在发酵要把这个心的问题把它这个解决。所以耶稣说掩盖的事没有不被露出来了。当然神会有他的时间，什么时候露出来那个是神的事情你看大卫做的事情，他在暗处做的，神说我在明处让所有人都知道，对不对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好像也干了很多的事情，可是到死的时候都没有人知道，有的人是死了以后才爆出来了可能大家也知道一些事情。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耶稣说这个掩盖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这是神的作为，神要审判，神要把它这个展现出来。所以他说你们在暗中所说的将要在明处被人听见，在内室附耳所说的将要在房上被人宣扬。其实这是一种比喻，就是说你不管讲什么，你别以为没有人知道，哪怕没有别人知道，神知道，神会在他的时间会选择来把它暴露出来那什么时候最终暴露出来呢？那你说我活着的时候也许我没有被别人知道死的时候可能也没有被别人知道，但是总有一天我们都逃不了，就是耶稣再来他要审判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他说，我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都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而且你要知道是谁来审判。约翰福音里面说父不审判，天父不来审判，圣灵也不来审判天父把审判的权柄交给耶稣，交给子，所以最后是谁来审判呢？是耶稣来审判。这点你要记住这个跟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很相关，是耶稣来审判你所讲的闲话都要供出来，更别说你讲的那些偷鸡摸狗的话，是不是？那更要供出来。而且耶稣说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凭你的话定你有罪。所以这为什么在箴言里面说耶和华在天上，所以我们人的言语要寡少，什么意思他为什么这样说？这是叫智慧，什么意思你讲话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看着你，你要谨慎讲的每一句话。这个讲话还只是一个例子而已，不仅是说话，包括你的心思意念，包括你的行动，包括你在暗中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耶稣说当审判的日子全部都要展现出来，没有人可以逃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原因。如果没有耶稣，我们就只能落在这样的审判当中今天我们主领也说，耶稣在讲这些审判的时候，在警醒我们的时候，在警告我们的时候，他的目的至少现在来说不是为了审判，他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让我们悔改，对不对？因为他提前先警告我们说以后我要审判，意思就是什么？你现在要悔改现在耶稣还没有把我们这个句句说的闲话供出来，还没有按照我们的话来定我们有罪有义，对不对？也就是说神还给我们机会悔改等到耶稣再来的那一天，那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隐藏的罪终究会被主揭露出来，主要来审判。所以法利赛人的问题就是他以为他隐藏得了，他在人的面前光鲜亮丽，好像都是做得很好，可是神知道他的心，神要按照他们的内心来他们所说的这些话来审问他们，这才是真正的公义，弟兄姐妹。不然的话你会觉得说这个世界是没有公义的，没有谁能够替你伸张公义。有些人就像诗篇里面说的，有些
那个诗篇的作者说，我看那个罪人，我看那个坏蛋，是不是都吃得那么好，长得那么胖，也没有人审问他们啊，他们的年寿也活得很长，又长寿又有钱，又干尽坏事，也没有审判，他就觉得他很气。可他看到义人就短命，是不是？那真正的公义在哪里呢？这个世界到处充满了这种不公，弟兄姐妹。如果你按照人的角度来说，那就是没有公义。这个世界是不公平，可是耶稣警告我们，啊，他还有一个最后的审判，那才是最公义的审判，谁也逃脱不了。唯一能逃脱的，就是只有你在基督里，因为基督已经替你承担了这些审判。所以，如果不在基督里，如果你不信耶稣基督，那你就要按照你的话、你的行为、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自己承担这些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耶稣的原因。我们来到主面前，就是因为我们承担不了这个后果，所以耶稣替我们承担了，这叫福音，对不对？这叫救赎。所以耶稣讲这些很严厉的话，他指责法利赛人，目的是让他们悔改，告诉他们、警告他们，有一天神他要来审判，如果你不悔改，以后你就要灭亡啊！但是你要知道，讲这种话呢，是需要勇气的。耶稣讲这个话有没有付上代价？当然付上代价。我一开头就说了，几万人，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来这个指责这些领袖法利赛人，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不会报复你啊？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会这个针对你啊？对不对？后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故事的发展，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最后法利赛人啊，这些文士他们真的就是要去密谋来杀害耶稣，是吧？所以当耶稣把这些真相讲出来的时候，他特别跟他的门徒说啊，你们不要害怕。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来对付罪的时候，当我们来指出罪的时候，这个是要付上代价的一件事情，甚至可能会因此受到迫害，正如耶稣一样。可是耶稣马上就说，那些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呢？你们不要怕他们。我现在告诉你们要怕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把他丢在地狱里的。所以耶稣在这里再一次回到审判的主题，究竟谁掌管着真正的生杀大权？是谁可以又把身体又杀身体又杀灵魂？是谁？就是耶稣嘛，对不对？只有他可以做到，他是神。他最后要做的审判，就是不仅是身体的这个死，还是什么灵魂的死，就是地狱里的审判，对不对？所以耶稣其实在讲什么？你不要怕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你讲话得罪他们，你不用怕他们，不用怕这些人。耶稣的意思，你们应该怕谁啊？你应该怕我才对，是不是？对不对？你们应该怕我才对啊！我现在告诉你们，你们要悔改，你们现在不悔改，你们不害怕，你们做的不对，你们应该怕我。当我让你们悔改，你们就该悔改啊！所以耶稣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该怕谁？你就是要怕有权柄把人丢在地狱里了，那就是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把人的灵魂丢在地狱当中，人没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初代教会他们那些使徒们遇到逼迫、遇到迫害的时候，他们不害怕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知道，你们这些迫害我的人，你顶多就把我打死了吧，是不是？你又能怎么样呢？那我的灵魂你能怎么样呢？你又动不了吧？是不是？可是你不要忘记了，你的灵魂也是掌握在神的手中。你可以杀我的身体，但你杀不了我的灵魂。可是你不要忘记，你作为迫害者，你的灵魂也在神的手中掌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也要承担在神面前的责任？是不是？如果你看初代教父的作品，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这样那他们真的相信耶稣所讲的话那这个然后呢，耶稣讲完这个审判之后，你发现他其实是给我们带来安慰就是你发现这很有意思，就是给真正的基督徒，当我们来讲神的审判的时候，不是带来惧怕，而是带来安慰。对那些不信神的人，对那些反对神的人、反对耶稣的人，当你提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他带来的是惧怕。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稣在这里说，
刚才我们讲了，对吧？那个神要按照你所行的来审判你，是不是？但是我们也看到福音给我们带来的，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主，那我们在主已经替我们承担了这些审判，是吧？我们就不用承担这些审判，这首先是个好消息啊。所以神的审判没有放在我们的身上，反倒是放到那些不认识神、不在基督里的人，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时，当我们还活着的这些基督徒面对这些逼迫、患难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的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给你是一个安慰。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神已经拯救了你的灵魂你不用惧怕。虽然你面对了这个迫害，你可能被杀，但是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也要审判这些迫害者，对不对？所以给你带来的是安慰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初代的基督徒他们愿意为主殉道啊，他们不害怕呀，因为他们知道神要审判啊。神是审判是公义的，而且耶稣在这里接下来就说，他说你们不要怕。然后他举了个例子，他说5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什么意思呢？就是麻雀在当时是最便宜的东西最便宜的东西。如果5个麻雀背景就是说4个麻雀一般是卖2分银子，如果5个麻雀就说明那买4送1。那买4送1，神说，但是在神面前一个他都不忘记，意思就是说，连最不值钱的一个麻雀，神都纪念、都顾念、都不会忘记的，哪怕是送的，神都会顾念。他更何况你们呢？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们不要惧怕，你们比这个麻雀更加的贵重的。所以耶稣讲到审判的时候，其实给我们带来安慰，让我们知道说，神的审判不是最后用在我们的身上，反倒是拯救我们的。可是如果你不信神，你跟神没有这个关系，那么你就要承受神的审判。路加这里讲到，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是在一个怎样的处境里面讲的？是在一个逼迫的处境里面讲的，你看到没有？是在你们不要怕那么逼迫，不要怕这个患难然后呢，在路加福音的最后，路加再一次提到这个头发的事情他说你们要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怎样分数。这是讲到说，当你们被交官，被拉到这个世界的权柄面前，被审问的时候，被迫害的时候，他说你们不用担心，我会赐给你们口才，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抵挡不住、驳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要被他们所害死的。那你们也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所以在这里第二次提到你的头发，就是说一个是被数过了，第二个头发也不会损害。你看到这个上下文，你会发现很有意思的。我之前有提到过，他是在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讲这件事情，就是说你都被害死了，可是头发不会损害什么意思呢？这个里面的意思就是让你们看到说，你可能还是会被害死的，你可能受到这个逼迫，还是会遭难的。可是呢，他说你的头发也不致损坏。这里的头发是在指什么头发？是不是指我这个头发？那肯定不是，人都死了，我还要头发干嘛？对不对？人都死了，头发不损坏有什么用呢？所以耶稣在讲你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你的头发都不会损坏。这里他在讲什么？他说你们都被害死了，你们都被交到这个交官，都要被逼迫，可是你的头发不会。这个安慰是什么安慰这个其实就是在末日审判当中给我们带来的安慰因为当我们属于基督的时候，当耶稣再来审判的时候，你在基督里，你的头发会损害吗？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性命会被保全而那些不在基督里的人，他们要为他们的罪承担这个地狱的这个刑罚呀，对不对？那个他的生命就要承担最后的死亡。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的头发也不至于损坏，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他不是在讲现在，他不是在讲可见的眼见的这个现实，他是在讲另外一个现实，另外一个看不见的现实，那个属于天国的现实。不然的话，你会说，你看你们的神不是说要保护你们吗？怎么那些被迫害的人都死了吗？对不对？我们看到那些教父们那些初代的教会基督徒不都死了吗？什么是他们的头发也都坏了呀？
神不是说你们头发不致损坏吗？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他在讲末世，他不是在讲现在。所以他为什么提到这个生杀大权？你不要怕那些只能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所以当耶稣说你的头发不致损坏的时候，他是在讲你的一个属灵的现实。所以我们要看到的是一个属灵的现实，弟兄姐妹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不然的话，你一定会在这个世上去寻求公义，你一定会在这个世上去找到说，哎呀，这个人欺负我，哎呀，我要为自己伸张正义，我受冤枉了，别人冤枉我了，怎么样，对不对？你一定会去想讨个说法，讨个公道。你跟别人在相处的时候，你也会别人算计你，你要怎么算计他？可是当你真的把这个现实放在神的国度当中的时候，神说你的一根头发都不致损害的时候，你其实就没有必要为自己在争论什么了。就是这样。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就是我们看不见这个国，我们看不见另外一个现实，我们看得见的都是能看见的这个世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跟世人一样，都看不见神对我们最终生命的灵魂的保全保守，我们只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的需要，我们就会跟世人没有什么区别。所以很多人看到这个有时候也为我打抱不平，说有人怎么说怎么样。我说如果我们真的每一个人都看在主的里面，都定睛仰望耶稣，你不必在意别人的看法，哪怕是迫害你的人，你都不用在意。为什么？因为他最多就只能杀你的身体，这是极限了。这是耶稣所给我们看到的最可怕的可以说是最厉害的一个场景了，就是他把你杀了，然后呢，又能怎么样呢？他能杀灵魂吗？如果我们真的把我们的这个眼光放在这样的一个程度你就不真的别人，耶稣的意思就是别人杀你都不用在乎了，那别人说你两句你怕啥呢？别人骂你两句你又怎么过不去了呢？耶稣对于那些你看那些当年的那些殉道者，他们为什么可以为逼迫的人为他们祷告，甚至求神怜悯他们？那为什么我们别人说一两句我们都受不了，我们就要跳起来跟他骂呢？我们要为自己争名夺利，我们要去争辩呢？是不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如果我们真的看到那个现实，耶稣说你的每根头发都数过了，你比麻雀贵重的多，我知道你的需要，我会保全你的性命，我会保全你的，哪怕一根头发都不会这个掉落的，你放心。你有了耶稣这样的保证，你还怕什么？我们还争什么？对不对？所以如果我这样说，如果我们连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戚、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之间，我们都没有办法彼此的饶恕、彼此的相爱、彼此的我们把眼镜放在主的身上受到一点冤屈、受到一点攻击，我们就受不了的话，我告诉你，你面对真正的迫害来到的时候，那些人真要杀你的时候，你根本承受不住。所以我在国内服侍的时候，我经常跟弟兄姐妹说，我说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的逼迫不算什么，根本不算什么迫害，因为还没到流血的地步还没真的要你的命，你还能活着，还怕什么呢？是不是？有什么好这个现在人都是别人删了你的文章或者在网上骂你两句你就受不了了，是不是？你要想一想，当年耶稣在这个场景当中是怎么样这个教导门徒，而且这些门徒他们也听进去了，最后的结果你也知道，这些门徒都为主殉道了，是不是嘛？而且呢，耶稣也说了，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我们最终受到逼迫、受到患难，被别人看的就看不起也好，或者是看不爽也好，是因为耶稣的原因。所以在这个圣诞节当中我会跟大家讲这个关于礼物的事情。你看我们放满了礼物，给大家送礼物，大家都想要，都想来，都想拿。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呢是很沉重的礼物。
如果我告诉你说，如果这个礼物你今天拿了，会有人追杀你，你还要不要？你还觉得那是个礼物吗？你可能不会这样觉得，对不对？你可能不想要。可是耶稣却说，你们会要因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甚至呢，连你的父母、兄弟、亲族、朋友都要把你害死。你还要这样的礼物吗？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回到那个福音的核心，知道我们信主到底意味着什么。第三个，耶稣就说他为什么这时候开始你看强调这个审判之后，强调他掌管这个审判大权，然后他马上就又讲回到这个跟他的关系。他说：“我告诉你们，凡在人面前认我的你看是我这是指耶稣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被认他；在人面前不认我的，人子在神的面前、使者面前也不认他。”这句话讲得很严重了。对于当时的门徒来说，认耶稣真的是不容易。彼得3次不认主，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他为什么不认主？那就是迫于外在的压力嘛，对不对？迫于这个压力，他不敢认，是不是？那为什么这个认主不认主这件事情很重要呢？因为我们看到上文讲到，我们的主耶稣才是最终掌管生杀大权的。这里面的认和不认有几个层面。第一个，耶稣特别讲过一些人他不认，什么人呢？喊了主啊主啊的人，我奉你的名赶鬼，奉你们的传福音，奉你们的讲道，奉你们的行神迹，来到神面前，主说什么？我不认识你们。这个是很可怕的一种，就是这些自以为服侍神的人，自以为是基督徒的人，他们来到主面前，主说我不认识你。你说没有我在人面前认主我在这个众人面前都认神，都认我的主，可是为什么主不认我？那最后又回到那个动机里面，你信主的目的是什么？你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到跟随主意味着什么？这个就是在西方的处境的一个挑战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信主不付上任何代价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跟随主意味着什么。你以为跟随主就是我多服侍、多读经、多祷告、多做这些事就好了你从来没有想到你怎么对付你的罪，没有想到你的内心神看重的是你的内心，你有没有去警醒自己的内心，从来不去关心这些事情那个本质你没有关注，你只关注外在的东西，那个是不行的。所以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就是说我奉你名，你看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把他们外在的行动作为他们身份的认同，就是你看我为你做这些事情，我又赶鬼，又讲道，又服侍，又传福音，我做了这么多事儿，为什么你不认我呢？因为你要知道，有一个人做的更多，那就是犹大。犹大跟着耶稣也去传福音也还给别人施洗也去赶鬼也去行神迹他最后为什么没有得救呢？因为他从起初他心里面就不信神你说这很奇怪，一个人不信神竟然还可以跟着他，还可以说我是基督徒这个一点也不奇怪，弟兄姐妹，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你说什么样的人他会愿意说我是基督徒，然后他其实心里面不怎么信的？什么样的人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可以得到好处嘛。我说我是基督徒，我可以得到好处嘛，对不对？我可以得到利益嘛，是不是？你去到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去中东在一些穆斯林国家，你说我是基督徒，那你要受到逼迫，那我就不敢说了嘛，是不是嘛？讲白了就是势力嘛。我相信大家都跟一些有势力的人接触过。什么样的人叫势力的人？一开始对你好的不得了你也觉得他挺好的，后来发现你没用了，马上就把你踢走了，就对别人好的不得了，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人很势利。你喜欢这样的人吗？你当然不喜欢。神看内心，神也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你来到神面前，你到底目的是什么所以耶稣在讲凡在人面前认我和不认我是在什么处境？是在一个逼迫的处境。你不要忘了，耶稣刚对几万人批评过这些领袖，耶稣接下来要面对的就是什么？就是逼迫，就是患难。同样的，他是头，
跟随他的人能不受到迫害吗？一样的。那当时罗马政府也要找这些门徒了，对不对？所以为什么门徒都跑了呢？为什么他们害怕呢？为什么彼得3次不认主呢？还是害怕吗？还是在利益面前，他们就否认主，对不对？但是彼得是软弱，他后面因着这个罪他悔改了，神看重我们忧伤痛悔的心，而犹大没有悔改，他至始至终他都不信神。这个是差距。彼得是新的，他只是软弱，但他悔改。所以耶稣在讲的这个认和不认，是在一个患难当中，不是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不是在一个大家都觉得基督徒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说认，那个很容易。我们经常有人举保罗讲的例子，说信主怎么叫信主？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哎呀，太简单了！你在保罗的时代，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你试试看。你在保罗的时代，你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就是叛国，因为当时只有一个主，就是凯撒。你敢另立一个主，那叫颠覆国家政权。你以为在当时说这个我承认耶稣是主就没事了？保罗的环境，当你口称耶稣是主的时候，你要面临的是一个杀身之祸。你现在你说耶稣是主，举个牌子耶稣是主，当然没人那个你当然觉得好了可是你去那些逼迫的环境，你试试看。所以信仰永远都是在困难当中，在火焰当中才能被炼出来。这为什么圣经里面把我们的信心比喻为黄金，比喻为精金，在火炼里面被炼尽，这才是神所喜悦的。那些杂质，那些其他的动机不纯的东西都会被炼尽。所以认主这件事情不是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你在美国的环境，你认耶稣为主是容易的，不用付上什么代价可是在有些地方那是不容易的。然后耶稣也特别讲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然后他说人带你们去会堂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你们不要思想这个刚刚我们也看过路加在最后也讲了这些话。他说那时候圣灵会指教你们当说的话。这里耶稣特别提到圣灵的工作这个圣灵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这个大家要清楚。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耶稣说我现在要去，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他复活以后他说我要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去呢，保惠师，我不去，保惠师就指这个圣灵。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来了就要什么？你看，这个是圣灵最主要的工作，跟什么有关？跟耶稣刚才讲了那么多，他之前责备法利赛人，对吧？责备他们的罪，责备这些是有关联的。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圣灵，所以你说法利赛人为什么他们外面光鲜亮丽做得很好，但里面那么诡诈狡猾，充满了邪恶污秽，他们好像过得还挺好，他们良心都被狗吃了，他们没有什么好像觉得自己不对的地方而且法利赛人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是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他们不觉得他们做得差的，他们是很真的去假冒为善的他不是装的，他真的不是装的，他觉得他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圣灵。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要让他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自己没有办法责备自己，没有对罪的悔改和认识，是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你要得罪了圣灵，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呢？为什么？因为你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就是让你认罪，让你悔改，让你认识到你的罪，你才能够接受福音，对吧？你才能够相信耶稣。如果你亵渎圣灵，就表明你根本都没有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你就不可能悔改，不可能认罪，你也不可能得救。耶稣成就了救恩，圣灵要把这个救恩应用在我们人的身上，所以这也是耶稣他特别讲了亵渎圣灵，他把这个圣灵的角色挑出来，让我们知道说耶稣讲半天，你看他当着几万人的面，包括他指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人有没有悔改没有。他们有没有说耶稣你讲的对没有。就像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也是一样的也很多人可能也会觉得你讲的不对我觉得圣经讲的不对，你不会一下子就觉得这个圣经讲的就是对了。那什么时候你真的觉得真的这个是神的话，我真的是有罪了，我真的觉得我要悔改认罪，
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你只看耶稣讲的话没有用的，你看圣经也没有用的，因为你圣灵没有责备你啊。所以你看他说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呢是因为我要往父那里去啊。耶稣要带来最后跟公义的审判。最后呢说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位的审判啊。不管怎么样，你要记住，圣灵的最主要的工作是让你认识到自己的罪，预备好你的心，这样你才可以接受福音，让你的这个心成为好的土地，这个福音的种子撒进去之后，它才能够生根发芽。所以归根结底，一个人能信主，能够得救，那真的就是三一神的工作啊！圣父预备了救恩，差遣了圣子耶稣，圣子为我们成就了救恩。可是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圣灵对我们的罪的责备，没有圣灵把这个救恩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得救，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从内心来接受神。神恩独作，就是这个意思啊！求神帮助我们。所以，当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你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的里面，你的这个第一点啊，在神面前没有什么隐藏的这件事情，就不会对你造成那么大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圣灵早就把你内心的东西光照完了，是不是？你哪里有什么黑暗的东西，圣灵早就提醒你了，早就光照你了。他在审判你，他在责备你，你没有什么好隐藏。你在神面前隐藏什么呢？隐藏不了。那你就会很自然的接受圣灵的这种给你的这种责备。当然如果你心硬的话，你消灭圣灵的感动那个也是我们自己做错的选择，我们更要悔改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听的不舒服不代表有些时候恰巧你听的不舒服，可能就是圣灵的工作在当中如果你一直听的都很舒服，那可能还有问题。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都有心里面内心的这些罪恶见不得人的东西。就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我们都有。可是我们要勇敢的带到神面前，我们不要否认，不要隐藏，不要遮盖，因为你知道你现在可以遮盖一时，可是有一天在神审判的时候，你能遮盖得了吗？你没有办法遮盖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要记住，耶稣才是掌管我们最终生命的主。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逼迫、患难，你都知道是耶稣在掌权。你只看耶稣就好了，不要看别人。别人不管对你怎样的审判、对你的论断、对你的攻击、对你怎么，你都就是不要放在心上。你要真正放在心上的，就像耶稣说的：“我要指示你们要惧怕谁？那既能杀身体又能杀灵魂的。”你要惧怕这个。你要关心的是主怎么看你，你要关心的是主怎么样来评价你。主已经说了，如果你隐藏你的罪，你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这个，主说审判的时候句句都要供出来，你不怕吗？如果你真的怕，你就该悔改呀，对不对？你管别人干什么？别人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你不要管别人。别人对你怎么说，不管是你的老板、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别人对你的看法都是别人的看法，你要关注的是主对你的看法，这才是这样我们活才不累，不然你要累死，你要为别人而活是吧？而且这个对我们基督徒也很重要，尤其是服侍的人。如果你有些罪之前尤其你信主之前或怎么样，你没有把它处理，把它暴露出来，你隐藏着，你进入到服侍当中，那个就是一个雷。我最近有听到很多这种情况很多传道人、牧者有恩赐、有能力，可是有隐藏的罪没有暴露出来。魔鬼很聪明的，他不在一开始把这个给你暴露出来，因为你又一开始是 nobody， 对吧？暴露出来，没人知道你是谁。但是当你建立了丰功伟业的时候，建立了整个这个不管你是教会也好，机构也好，还是事工也好，大家都认识你，都知道你，都仰慕你。这个时候那个罪暴露出来，一下子把你跌下来，你所见的一切的东西全部都归于无有。那个时候可以说就是大大的羞辱了主的名。这就是魔鬼要的效果。他不怕你做大的事工，不怕你有影响力，不怕你这个出名很好，让你出名好，他等着那一天让你跌下来。
所以如果我们在神面前隐瞒这些东西，你别以为神知道，魔鬼也知道的，你隐瞒不了的。你犯罪的那个时候，你在说闲话的时候，你在这个暗地里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魔鬼也知道啊，他也可能会使用这一点来攻击你。这个就是耶稣说这个教啊，这很可怕。求神帮助我们啊。第三个，圣灵会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能力来面对罪和逼迫啊。这个罪是很可怕，不容易对付，但是当圣灵来的时候，他就会责备我们，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对付了自己的罪，然后呢，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就不惧怕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